比特币还会上涨吗？比特币最佳的抄底点位在哪？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比特币的月线图表。那我们先观察过去这几轮牛市周期啊，其实都是搭配着放水资金。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当时在2016、17年的这轮上涨啊，当时的市场的资金是不断的增加的，因为当时美联储在放水。那当然了，最夸张的，我们就要直接看到我们当时在疫情，也就是312过后，美国的那波大放水哦。美国那波大放水呢，不止带涨了美股，比特币呢也被拉高了非常非常多。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从$4000啊，一路涨到了$69000，靠的就是美国的这波放水。不过你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现在呢，虽然说比特币它从15000左右一直涨到最高点74000，不过美国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是没有放水的。我们过去的政策，比如说加息啦、缩表啦，依然在持续当中。所以，我们这轮上涨呢，关键并不是放水的资金，而是 ETF。那谈到 ETF 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了，昨天是比特币现货 ETF 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对，没错，最黑暗的一天。你可以看到呢，白色线啊，它描写的是比特币现货 ETF 的总资产。那你可以发现啊，基本上只要比特币现货 ETF 有不停的流入，比特币就一定会涨。那紫色线呢，就是比特币的价格啊。你可以发现，我们之前呢，在疯狂流入的时候，比特币呢就疯狂的上涨了。那直到我们最近，哇，流入的量减小了，然后流出的量呢很稳定啊，甚至到了昨天呢，贝莱德疯狂的流出。以前是只有灰度在流出，现在连贝莱德都在疯狂的流出。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光昨天一天哦，就流出了$5.6亿的美金哦。那我认为这样的流出呢，真的可说是破例的一次，因为之前的流出都是一点点的啊，对盘面造成不了影响。可是昨天呢，一次流出$5.6亿的美金呢，就导致盘面进一步的下跌。所以我认为现在呢，拉动牛市、拉动多头上涨的两台马车呢，其实都已经消失了啊，没有放水，也没有 ETF 的流入，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叙事，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机会。当然呢，这就需要下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认为我们这波震荡呢，我们这波下跌啊，至少都还要在1-2个月，我们才有可能度过这次的危机，然后找到下一个起涨点，找到下一个大家讨论的热度，并且上涨。那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5月23号会迎来美国以太坊现货 ETF 的最终审判。当然呢，现在市场上主流都认为不会通过。那如果你想要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uy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一样是现金，一样可以提币。这两个活动真的非常非常优惠，很欢迎大家可以参加。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当前的盘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下破6万1左右的支撑的时候呢，它下跌的速度其实是比较缓慢的。那如果说下跌的速度比较缓慢呢，我可以大致的判定它不是在杀期货，因为如果要杀期货的话，速度一定要非常快，速度不快的话，那就给期货逃跑的机会了，逃命的机会了。那现货的话，它当然可以钝刀子割肉，就慢慢杀，慢慢跌，这个杀现货是最好的。但是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你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市场上面的环境，现在市场上面的气氛。我认为，如果盘面产生大幅度的下跌，上车的人、上车的资金一定会比下车的资金要来得多很多。那我认为，庄家当然也不会让这种状况发生哦。所以我认为现在这波下跌呢，很有可能就是在杀 ETF 的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 ETF 它是自从1月11号以后才开始建立筹码的。那我们现在呢，虽然说经历了那么多天了，但是有很大的震荡区呢，它都在6万上方啊。那当6万被跌破的时候，这些买了 ETF 的人就急了，他们有可能就会抛售他们手中的筹码，或者说抛售他们手中不坚定的筹码，因为这些坚定持有的这些人呢，这些交易者或者是说这些安定的筹码呢，他们是不会乱抛出的。那其实庄家要的就是这种筹码
如果说，它只是来这种很短期的这种套利啊，或者说极短线这种赚价差而不是真的有看到比特币的价值，真的有想把握比特币这轮牛市的上涨的话，那他们这些钱就会被扫下车。好，那我们可以再来观察一下，那为什么不是杀期货呢？其实第一个速度不够快之外呢，你可以看一下持仓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持仓量持仓量绝对是在我们近期的低点所以其实杀也杀不了多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针对一个重要的关键位呢，做假跌破之后继续上涨这可说是我们这轮牛市庄家惯用的手法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在4万多左右这个震荡区它也是假跌破了4万之后呢，然后我们才开启了上涨。那这边有没有机会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观察一下。如果说这里确认是假跌破的话，那我会很看好后市的上涨。好，那我们可以再往前观察一下比如说当时呢，我们在2万多的这个位置呢，我们也进行了一次假跌破，但是它不是很完美的，因为它没有突破，它突破这个前高之后，它没有再继续的往上涨它后面还有另外的震荡的区间。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也是做了一个假跌破，还有我们在最前面呢这个位置它也是做了一个假跌破，那这就比较快速了。所以我认为这几次呢，你可以看到庄家惯用的手法就是针对关键位做假跌破之后，然后再进行我们下一波的拉升。那我们这次有没有机会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不过我认为现在比特币它确实面临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观察一下。那即使我们要有新的上涨的，我认为都需要时间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